欢迎回来，我们的海岛树和城。订阅完本期规划与建造所需使用的资产后呢，我们首先观察一会儿树和城的运转情况，以检查农业供需与进出口关系是否平衡和城市公共服务状态是否正常。很快右下角的果园就再度出现了买家不足的情况，因为我们在第3期里就已经设定了果园所产的粮食只能存储在唯一的小型谷仓当中。我们点击该小型谷仓建筑查看其状态，就能很清楚地明白果园买家不足的原因，那就是谷仓爆仓，已经快要放不下粮食了，有没有空余的货车可以用于出口清仓了。再修一个小型谷仓固然能解一时之急，但想要比较根本性的平衡供需关系，办法其实就写在农业区的名字里。果园牧场里不能没有牧场，牧场属于农业加工设施，需要农业原料粮食的供应才能产出2级动物制品。我们可以使用区域限制服务模组，设定由果园所产的粮食供应牧场生产所需的农业原料。基于这样的整体思路，又因为刚刚好有6个小型果园和6个小型牧场，我们可以再增加1个小型谷仓，设定由这2个小型谷仓分别存储3个小型果园所产的粮食，并分别供应3个小型牧场所需的原料，尽可能的避免爆仓与粮食供应不稳定的情况发生。当然了，还得关闭所有小型牧场的出口权，指定他们所有的产出均由专门存储2级动物制品的仓库厂来收购，以统一管理2级动物制品的本地供应与出口盈利。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区域限制服务模组所设置的工业供应链关系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供需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当你禁止游戏 AI 平衡进出口与供需关系后呢，那这个工作就得由你亲自来做了。就像我们刚才的操作那样，先观察，后分析，再调整。至此，农业供需与进出口关系再度平衡，果园牧场里既有了果园，也有了牧场，终于名副其实了。观察游戏界面下方的城市需求表，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住宅需求非常高，而地图开局区域内可建设土地几乎已经全部用完了，是时候购买新的发展区域，继续扩展城市范围了。
在山的那边，我们的海岛束河城即将规划新的小镇，建设新的家园，翻开新的篇章，进入新的主题——城市郊区啦。何为郊区？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汉字郊的字源。郊的部首是邑，而边旁是郊，则有交结宽广的意思。整体的解释为在邑城外的广大区域，故邑外为郊，郊外为店。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后，为了实际控制从黄河到长江流域之间的广袤土地，实行了分封、封邦建国的制度。受封爵位的诸王族、贵族、功臣，带着数百乃至数千的周人军民与殷商移民，在诸多战略要地驻扎统治。分封之初，筚路蓝缕，为了压制原住民的反抗，同时增强力量，继续扩张新疆域。作为闯入者的周人开始筑城邑、起城郭，并将其统治中心称为国都，简称国。周礼、天官、太宰注：大曰邦，小曰国。这一记载清晰无误地揭示了西周封建制度的本质是为城邦政治。典型的城邦具备有2条界限，圈里的是城邑，外围是封疆。城邑之内称为国，城邑之外称为野。封疆所包括的范围就是整个城邦的领域，也就是广义的邦。西周城邦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祭祀3者合一的共同体。从建筑景观来看，城邑内除居住的家室外，最主要的建筑便是作为统治中心的宫室以及君主祭祀祖先的宗庙。走出国门，距国100里，介于国和野之间的地方被称为郊。往往在此区域修筑有祭祀之社坛，就是我们刚刚谈及的汉字郊的起源所在了。也就是说，一般城邦在封疆之内基本上可以区划成国、郊、野3大部分，即由国而郊，由郊而野。由城邑所区别出来的国与野的意识，把一个城邦内的平民阶级分成了国人与野人2种身份。住在城郭内的平民是国人，享有受教育、从政议政和服兵役的权利与义务，且在国与野之间，也就是郊的区域内，拥有井田之下由城邦所分配的私田耕种，无需负担租税，可自食其力。而住在城郭外的野人则只能从事农业生产，且不能自己保有粮食。西周灭亡，东周建立，时至春秋，铁制农具被广泛的运用，农业生产力因此逐渐提高，井田制也随之瓦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曾经壁垒森严的国野分治政策开始解体，野人与国人的来往越来越密切，国与野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论语先进篇中有云：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办私学，打破国野限制，强调有教无类，适应了那个时代野人晋升阶级抬升的潮流，亦促进了春秋中晚期各诸侯国国野一体化的改革进程。这一时期，野的概念与郊的界定开始融合，且开始有国人迁居于郊，居住农耕与生活。如《左传》昭公9年中便有记载：伯父惠公归自秦，而又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店，则容焉取之。时至战国，诸侯争霸与混战愈演愈烈，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续存与强大，提高财政收入与军备兵员，纷纷进行变法革新，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设郡县。待到秦吞2周而亡诸侯，吕之尊而治6合，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帝国为止，由西周所开创的城邦政治正式宣告灭亡。自此，世间再无野人与国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陵，陵外谓之宫。这般城邑外围是焦点的中国古代城市基本格局，却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我们以明清北京城为例，就可以看出一个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在扩张过程中郊区的变迁。永乐19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北京顺天府，此时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基础上改建与扩建的，有9个城门，出朝阳、阜成、安定门外，即可至修筑于郊外的日坛、月坛、地坛，也可以认为出了崇文门就是此时北京城的郊区。现如今我们将这区域称之为北京内城。明世宗嘉靖年间对北京城进行了第2次增筑。明朝后期，正阳门外聚集的人口增多。嘉靖32年己巳中，朱伯承上书陈说，城外人口激增，应添修外城，防护外族侵扰。这与中国古代城市内城外国的重城制相吻合，因此嘉靖帝下诏增筑。后财政拮据，著名权臣严嵩巡视后提出先筑南面城墙，待财力充裕在，因地计度，以成4面之制。于是将北京城南已经筑起的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
外城自嘉靖32年动工，当年10月完工，3面城墙全长28里，从而形成了北京城池凸字形的格局。在这样的变迁过程中，变化的是城区的面积，不变的是其基本原则，即城郭以外属于郊区，城郭以内属于城区。近代以来呢，随着中国城市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郊区的概念也与古时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区分郊区与城区，不再以城郭作为界限，而是以更加综合的经济社会与地理区位的属性来划分郊区与城区。一般来说，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所指的城市郊区是城市外围人口较多的区域，通常是商业区较少，而且以住宅为主，且常见低密度大面积分布于城市周围的平原之上，或者还有相当程度农业活动但属于城市行政辖区的地区。这里需要注意和提醒的是，郊区与乡村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相对于市区来说的，后者则是相对于城市聚落来说的。郊区属于城市辖区，受城市经济辐射，存在于城区之间的公路、铁路、公共交通等方式的直接联系，可前往人口与商业密集的城市中心通勤。又根据郊区的位置以及同中心城区的联系，郊区可分为近郊和远郊两部分。近郊是城市建成周围以城市生活方式、产业结构和建设景观为主的环状区域，是城市人口、住宅和工业扩散的直接承载区。远郊呢是近郊外围，受城市经济的影响，以农业为主，但产品的城市市场指向明显，是城市所需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至此呢，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现代城市郊区的3个主要特征：一、位于城市中心城区的周边，这一点与古代城市的郊区是一脉相承的；二、具备商业、居住与行政的良好基础设施服务，是城区延伸的连续区域；三、建筑密度较低，居住环境较好，常见农业等第一产业，供应城区农副产品所需。其实郊区在哪里，甚至是否会在未来继续存在，并不取决于郊区本身，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和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呢，我国采取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郊区与城区的概念界限已经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通俗的说，现实世界里留给城市发展的地方近乎是无限大的，数个小城镇可以连成一个小城市，数个小城市可以合并成一个大城市，数个大城市又可以组成一个城市群，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不同，都市天际线里的地图大小是固定的，而且是有限的。理清古与今有了方法论，重新审视束河城的整体规划，我们可以明确地跟各位观众老爷说明，因为这张地图上可用的建筑面积非常的小，且多山多岛，所以从第一期实况至本期，乃至明确说明开始正式建设市区为止，我们所规划的区域均属于束河城的郊区。
如果说开局首个区域因游戏机制需要解锁里程碑等客观因素限制，我们在道路规划、房屋布局等方面较为紧凑，那么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在规划、建造与美化方面力求符合现代城市郊区的3个主要特征，即位于城市外围，区位在主岛屿的沿海与山下地带，所有郊区均有完整独立的公共服务与互相连接的道路系统，房屋与道路密度布局相对的保持宽松，尽快布局完成第一产业的农副产品，以供应本地与出口，尽可能的美化郊区居住环境，减少空气、水体与土地污染。那么本期科普时间就先告一段落，我们也已经规划好了这一新区域的整体路网了。这里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因新规划的区域与开局区域间隔着山脊且距离较远，我们最后又在穿过这一新区域的城市快速路上修建了一个落地互通，从而为当前束河城的主干路分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互通，来往2个区域的车流会优先选择走速度更快的城市快速路，这既是对游戏寻路机制的利用，又符合了现实城市路网规划时需要遵循的道路分级制度。此外，道路分级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同等级的道路最高限速是不一样的。都市天际线模拟不同道路等级，与寻路权重正是依靠了限速的不同。事实上，截止到目前为止，束河城除了地图原生的城市快速路网以外，我们所使用的道路的限速均为30公里每小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不合理的状况，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都市天际线的道路限速就是根据车道来决定数值的。当车道小于等于2车道时，不管路本身是多少米宽，它的默认限速都是30公里每小时。然而对于低密度住宅和商业为主且建筑与道路宽松分布的城市郊区来说呢，特别是游戏刚开局人口较少的时候，使用大于2车道的道路本身则是一种更不合理与浪费资金的做法。使用2车道的道路限速却都一样，不合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使用大于2车道的道路，道路利用率低，即刁民只走1条道且浪费资金，更不合理啊。当然，我们刚才为了控制落地互通的高架路厚度与整体美观度，在修建时使用了 UK 环岛9米单向道路与 UK 15米带自行车双向2车道，这2个限速均为30公里的道路，这样做也是不合理的。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司机都做不到前1秒100公里每小时，后1秒减速到30公里每小时的。在游戏中固然可以做到，但不合理就是不合理。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么多的不合理呢？办法也非常的简单，使用 TMPE 模组修改限速就好了。1级城市快速路的限速为100公里每小时不变，刚才修建的落地互通所使用的 UK 环岛9米单向道路改为60公里每小时。2级主干路 UK 15米带自行车双向车道的限速改为50公里每小时。3级次干路 UK 11米双向2车道的限速改为40公里每小时。4级支路8米双向2车道限速不变，仍为3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由此也确定了束河城不同等级的道路限速，即1级道路为100公里每小时，匝道限速为60公里每小时；2级道路为50公里每小时；3级道路为40公里每小时；4级道路为30公里每小时。此后，束河城在规划路网时均会遵循此标准。
好了，那么终于改完了目前束河城全部道路的限速，然后我们发现呢，果园牧场这边又出现了新的状况，牧场所产的动物制品买家不足了。我们在先前已经给这些动物制品指定了唯一的存储地仓库场，那么出现买家不足便只有一种原因，那个仓库也爆仓了。老问题老办法，仓库场爆仓说明仓库容量太小了，我们换一个容量是其2倍的小型仓库，大小位置也刚刚好可以放到这里，只需要把门前的单向道换成双向道就可以解决货车进出的问题。最后呢，再把先前为仓库场设置的供应链关系原模原样的给这个新的小型仓库挪过去。稍微观察一小会儿，果园牧场的供需与进出口关系便再度平衡了。回到山的那一边，这次我们首先就画好了这一区的区划范围。在使用区域限制服务模组的情况下，如果首先画好区划，并在区划内放置公共服务设施，该公共服务设施会默认只服务其所在的区域，并不会舍近求远的去服务其他区域。迎接新住民的到来吧。
舒河城现在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800人，正式解锁了高密度住宅、商业和办公区等一系列城市中后期内容。财政盈余呢，也已经突破了40万克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预留好的地方放置一个刚刚好大小的普通公园，让新住民的幸福度更高，同时也抬升周围的地价。海滨公园在早前已经解锁了第3级建筑，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可以为这个舒河城人人都爱的城市公园增加新的娱乐设施啦。在小海角通往旧灯塔的小路上，也可以放一个刚刚好大小的凉亭。在面向大海的公园侧门入口处，也可以放一个老规矩，我们来对本期所规划和建造的城市郊区呢进行一些简单的美化。因本期美化时间有一点点长，且涉及到许多城市郊区因地制宜的细节补充与景观设计，本期一点点时间呢将会独立发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往观看和学习。
最后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为束河城前2个小镇起名和参与投票的数百位朋友。综合大家投票最高的2个结果，我们决定采用浔阳作为这2个小镇所属的县名。考虑到束河城整体规划与建造风格，我们决定正式命名临海区域为浔阳县海安镇，山下区域为浔阳县高平镇。另外，本期所规划的新区域也同样属于镇一级，同样面向所有粉丝与观众朋友们征名。以上就是本期束河城的全部内容啦。那在此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哦！非常感谢大家对本系列的喜爱与支持，点赞与投币。制作视频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三连。束河天际会在保证质量与内容的前提下，保持较快的更新周期哦。